快过年了，家家户户都喜欢包包子。今天呢，阿胖就分享一个超级详细的包子做法。比例呢，我已经打在了字幕上，大家可以根据比例适当的增倍或者是减倍。最好选用35度的温水，这样可以激发酵母的活性。酵母水调匀之后，分次少量慢慢的加入到面粉里面，不要一下子倒完，先搅拌成絮状，这样揉面的时候才会不粘手。搅拌成絮状之后，就开始下手揉面团了。用力把面团揉光滑，揉瓷实。揉光滑之后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到温暖地方发酵。今天呢，我也是为了做一个实验，因为有好多人说面团发酵不起来，我是直接放到厨房里面常温发酵，任何的保温措施都没有添加。这边的天气实在是太冷了，我的面团整整发酵了1天1夜。所以你的面团发酵不起来，有可能是时间不够长哦。第二天起来就开始准备包子馅了。先用热水把干菜泡上，这里准备的干菜是苋菜做的。把粉条也泡发，熬猪油，剩下的猪油渣子先切碎备用。干菜泡好之后洗干净，剁成末。把粉条也切成末。再切一点葱花，喜欢辣的可以加一点辣椒粉，再加点13香，我觉得干菜馅加点13香会更好吃。烧好的热油浇上去，这样调出的干菜馅真的是超好吃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试一试。搅匀之后，根据个人口味添加食用盐。接下来开始调肉馅，我加了点雪菜，因为雪菜本身盐度很高，所以没有加食用盐，加了点13香。也是烧好的热油，把粉条、雪菜、葱花烫一下，激发出香味。准备一块五花肉，剁成颗粒感的口感会更好。今天我偷懒了，用绞肉机一不小心绞成泥了。肉馅绞好之后，加入蚝油、鸡汁、老抽，调下味，搅拌均匀就行了。因为面团在发酵的时候没有做任何的保温措施，所以真的是整整发酵了1天1夜才发酵好。所以面团在发酵的时候，要么进行保温措施，要么学会耐心等待。做包子的时候，发好的面团不需要用力揉面排气，稍微整理一下，直接搓成长条就可以了。再分成均匀的小面剂子，撒一点干粉防止粘连。擀皮的时候不要擀太薄，太薄的话容易把酵母烫死，1根筷子的宽度就可以。帘子上撒一点干面粉，防止包子烂掉。我觉得干菜馅包子比肉馅包子还要好吃，你们也喜欢吗？接下来就是包包子了，请仔细看，你捏的那个面要往上提拉着，这样才容易收口。而且经过这么一提拉，包子皮也不会太厚了。擀出的包子皮虽然不是中间厚两边薄，但是经过这么一提拉，做出的包子皮也不会太厚。这样还可以使包子馅装得更多。做好之后先别急着上锅蒸，还要进行2次发酵，时间根据当地温度选择，我用了30分钟。下面垫的笼布要选用湿笼布，最好是能够轻轻挤出水的湿笼布。包子2次发酵好的状态就是拿起来比刚做好的时候手感要发轻。笼布一定要湿一些，这样蒸出的包子才不会烂包子底儿。之后是冷水上锅，小火先蒸10分钟，之后转大火蒸30分钟。可以看到每个包子都是洁白松软的，没有塌陷，底部也没有烂掉。我做的包子个头比较大，4斤面粉大约蒸了40多个，没有一个包子是不争气的哦，个个都是完好无损的。这个面团发酵了1天1夜，时间有点长，但是做出的包子口感一点都不酸，因为是用酵母发酵的，如果用老肥发酵的话，那肯定要酸了。记住，学会耐心等待，你也可以蒸出松软的包子。喜欢就收藏起来吧。